孟千寻，你对我那么好，那么用心，你怎么可能会不爱我？前几天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另一个世界，那里没有你，也没有宋媛媛，也没有我，而孟千寻就生活在那个世界。我还看到了一个金色的光团，孟千寻叫它系统，就是这个系统帮孟千寻搜集证据，所以我就把它脱离了这个世界。系统？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系统？这种话只有傻子才信。妈妈，你在孟爸爸房间干什么？两位宿主，你们好，我是系统1107，很高兴为宿主服务。怎么可能？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系统？恭喜宿主完成10年陪伴，只剩最后7天，您就能脱离本世界，并复活现实世界的家人。10年了，这一天终于到了。我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10年前，就在我和妻子结婚纪念日当天，我们一家人突然遭遇车祸。老婆，老婆，千羽，我毫发无伤，妻子和女儿却当场死亡。就在我绝望，想要随妻子和女儿而去时，却意外绑定了一个陪伴系统。恭喜宿主获得绑定陪伴系统的机会，只要你前往另一个世界，陪伴女首富宋诗雪和她的孩子10年，并完成他们的所有要求，你就能复活你的家人。请问是否同意？我同意，只要能让我复活我老婆孩子，让我做什么我都同意。学姐，听说圆圆的亲爸爸霍小楚回国了，你心心念念了他那么多年，现在他回来了，你是不是就要和孟千寻那个舔狗离婚了？不会，小楚哥他生性自由，不爱受束缚。我爱他，就只想让他做自己。孟千寻很会照顾人，无论是做丈夫还是父亲。是呀，这些年把我和妈妈都照顾得很好，连家里的保姆都比不上他。还是圆圆定位精准，这怪不得呀，学姐不离婚。不过呀，这孟千寻真有那么有求必应吗？当然了，孟千寻那个舔狗，名声可不是吹的。不信，等会儿你看着。学姐，手表借我用一下呗。哎，孟千寻他来了。诗雪，你要的胃药我给你送了。我现在不需要。早就知道，又是这样耍人的把戏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孟千寻，你来的正好，学姐的手表刚才掉进水里了，你下去帮学姐捞起来。哎呀，我记得这孟千寻呀，她不会游泳，要不然还是算了。哎呀，你不懂，就是因为她不会游泳，才能看得出来她是不是会为了学姐拼命，是不是真心对学姐的呀？真的要跑？你不是永远都是我们说什么，你做什么？不是永远，是最后7天。7天？什么7天？
算吧，我就说孟千寻爱惨了圆圆和学姐吧，那个学姐的一句话，命都不要了呢。何止呢，穿这么邋遢都来给学姐送药，他可真是爱学姐，爱到骨子里了。哎呦，看得我都想找这么一个任劳任怨的老公了呢。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但我永远都不会和你在一起。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你想和我在一起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，但你必须答应我几个条件。第一，我会对外宣称你是我的老公，圆圆的父亲，但我不会和你领证，也不会给你婚礼。除了名义上的身份，你没有任何优待。我同意。第二，假结婚协议一共10年，这10年我不会和你同床一次，你也不准和其他任何女人亲近。没问题。他连这个都答应得这么爽快。还有最后一条，你和圆圆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你必须对待圆圆像亲生女儿一样对待。我和圆圆的任何要求，你都要无条件答应。就算你不说，我也会这么做。孟千寻，快给我放西子。水已经放好了，还撒了你最喜欢的花瓣。我已经把圆圆哄睡着了，你上楼的时候轻一点。圆圆别怕，孟爸爸在呢，孟爸爸会一直陪着你。圆圆刚被我哄睡着，小声一点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腿有点麻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先生，先生，我求求你，一定救救他们！我知道你担心你的妻子跟孩子，但你伤得更重啊！再不去处理伤口，我怕你多走了他们前面了。我伤口不重要，医生，求求你，一定要救活他们！别吧，我一定保护好你和你。这些年有图我钱的，有图我脸的，但像孟千寻这样纯粹爱我，连我和别人的孩子都能百依百顺宠着的人，还是第一个。至于刚才那句话，不是永远，是最后7天。应该只是在闹脾气。可就算闹脾气，只要我一句话，他还是下去了。手表找到了。千寻，爸爸，是幻觉吧？宋诗雪和宋媛媛只是把我当一个替身和保姆，怎么可能关心我？还有6天，就可以见到于月和芊芊了。爸爸，你这次回来就永远不会走了吧？当然，爸爸这次回来就是为了陪我们的圆圆，当然陪诗雪。你个小机灵鬼！
你睡醒了？萧楚哥的别墅最近要装修，要在这住一段时间。你晚点收拾间房出来。诗雪，我毕竟是你的初恋，又是圆圆的亲生爸爸，住进来，孟先生会不会不高兴呢？他有什么好不高兴的呀？你会不同意吗？看来宋诗雪是真的很爱她的白月光霍小楚，哪怕他和宋媛媛被抛弃了10年，可只要霍小楚肯回来，一切都会被原谅。不会。爸爸，你是不是饿了？爸爸饿了，快去做饭吧。啊，对了，爸爸和你一样喜欢吃麻辣布豆和爆辣牛腩，你要好好做哟。还是圆圆当爸爸？你是我爸爸，当然要对你好啦。你个小精鬼！爸爸，我考试考了100分。我的千羽也太厉害了吧！晚上你想吃什么？爸爸给你做。那我要吃糖醋排骨，还有红烧肉。哎，这不都是我喜欢吃的吗？因为爸爸在我心里每天都是满分，我也要奖励爸爸。老公啊，今天你就歇一歇，我和千羽给你做饭吃。爸爸，你歇一歇吧。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但你别忘了，我们只是假结婚。萧楚哥才是我和圆圆最亲近的人，就算是你不愿意做，也得去。不会，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不过，这份随叫随到的服务，只剩最好6天。饿坏了吧？我想让爸爸坐我和妈妈中间，你坐对面去吧。好。吃饭吧。来，圆圆，吃这个，还有这个。爸爸，我不喜欢吃这个，这个我也不喜欢吃。你明明早就说过呀。圆圆，抱歉，爸爸忘记了。是这个，你也吃。萧楚哥，我对虾仁过敏，你忘了？诗雪，我……爸爸没事儿，我要牙。虽然在我心里，没有人能比得上萧楚哥，但也不得不承认，莫千寻在这些事上做的最让我满意。是不是汤好了？你去端啊。好。我记得呀，你最喜欢吃这个了，多吃一点啊。我去帮忙。孟先生，我帮你端吧。不用了。儿子，爸爸，萧楚哥，你没事吧？爸爸，你怎么了？孟先生可能不喜欢我吧，所以才故意把他抛到我身上。也是，当初我抛下你们，孟先生替我履行了做丈夫和做父亲的责任。现在我又回来，他对我有意见很正常。可是我从来没想过跟他争什么呀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刚刚才警告过你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？
你就那么嫉妒吗？我没有。妈妈，爸爸最怕痛了，我们赶紧带爸爸去医院看看。小千，慢点。孟千行，摆清自己的身份，别再有架子。身份，我一开始就认清了自己的身份，我不是宋诗雪的丈夫，也不是宋媛媛的父亲。但10年任劳任怨，我以为我们就算没有感情，至少也有信任。可现在看来，不过是一场笑话。不过没关系，还有6天，我就能回家了。快了，马上就能回家了。你和他结婚了又怎么样？现在他们还不是全围在我身边？就算我曾经抛弃过他们，他们爱的人也只有我。如果我真的很爱宋诗雪和宋媛媛，或许会因为这段视频生气。但我的家人从来都不是宋诗雪母女，他们爱谁就与我无关。我只希望快点度过最后这几天，回到我真正爱的人身边。你在丢什么？一堆没用的垃圾。的确是些没用垃圾，赶紧扔了吧。这是……好，我马上就过去。我要出去谈个合作，你在家里好好带圆圆。好，听话。走吧。哎，圆圆，正好爸爸的伤好的差不多了，可以好好陪你。你是跟他一起玩，还是想跟爸爸一起去玩？我要跟爸爸一起去玩。圆圆，刚才你妈妈说让我照顾你。你好烦！我现在想跟爸爸一起玩了，你一会儿别告诉妈妈不就好了？乖女儿，走，爸爸现在带你去玩。走了。爸爸再高点。好。别！把他推这么高会出事儿的。不就是荡秋千荡高一点，没出什么事儿。我是圆圆的亲爸爸，我心里没数吗？对呀，你好烦啊！能不能不要打扰我们玩？喂，来，那我再推高一点。走！哈哈哈哈。如果绑定的目标人物死亡，则任务失败，你的妻子和女儿将不会再复活。爸爸！爸爸。宋媛媛，宋媛媛，您距离人民医院还有5公里，现在是晚高峰时间，预计2小时后抵达。爸爸，我的头好痛。圆圆，坚持住，马上就到医院了。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做的菜吗？等你伤好了之后，爸爸天天给你做啊。
坚持住，圆圆，坚持住。刚刚我都没有听你的话，你为什么还要冲过来救我？你不要命了吗？因为你死了，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，就没有办法复活雨月和芊芊了。因为你的命比我重要。从来没有一个人把我看得这么重要，爸爸做不到，就连妈妈也做不到，但是却为我做了很多很多。他好像真的很爱我。爸爸，你到底为什么？圆圆，别睡，睡着了醒不过来了。圆圆，医生，孟先生，幸好抢救及时，你的女儿并没有生命危险。谢谢医生。圆圆为什么会出事？到底是谁干的？是孟千寻，他看圆圆和我亲近，所以心生嫉妒，就故意把圆圆从秋千上推了下去。圆圆是你推下去的？不是我，不是你，难道是我？我可是圆圆的亲生父亲。孟千寻，我知道你讨厌我，但你有事你冲我来。你好歹和圆圆相处了10年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我狠心？明明是……够了！孟千寻，当初允许你照顾我和圆圆，就是因为你老实听话，可没想到你居然恶毒到对一个刚满10岁的孩子下手！来人，把他给我关进禁闭室，什么时候认错，就什么时候放出来。我这是要死了吗？爸爸，快起来，我们去玩碰碰车好不好？老公，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红烧肉，快起来尝尝。不行，我不能放弃。千羽和雨月还在等我呢。监控视频我看过了，的确不是你的错。可萧楚国也不是故意的，这事儿你别怪他。只因为霍小楚的一句话，他就不由分说的把我关进禁闭室。可得知是霍小楚做的，就只有一句淡淡的不是故意的。果然，不爱的人做什么都是错的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。圆圆现在吵着要吃你做的菜，你做好了赶紧送过来。没问题。还有3天，还有3天，我就可以彻底离开你们了。什么3天？你每天3天7天的，到底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去给圆圆做饭了。为你折断翅膀，为你燃烧光芒，任你想。医院的事我已经听说了，我刚刚已经惩罚过爸爸了。你怎么惩罚他？我罚他监住，不准吃青菜。我被关了3天禁闭室，
而霍小楚的惩罚竟然是不许吃青菜。圆圆，以后是不是不喜欢爸爸呢？就不想跟爸爸玩了？不会啊，爸爸又不是故意的，而且爸爸已经跟我好好道过歉了。这个世界上除了妈妈，我最爱的人就是爸爸啦。好，来吃一个。还有2天，我就能见到你了。什么还有2天？这上面的女人和小孩是谁？你为什么拿着别人女人的照片？你不爱我和妈妈了吗？我的心里只有你跟你妈妈，您不是知道吗？这个是我很多年前的朋友，已经10年没联系过。也是，他最爱的就是我和圆圆，整个海城无人不知。以后家里不准再出现其他人的东西，我不喜欢。知道了。妈妈，什么时候这个卧室变得这么空了？哎，孟先生，你前几天丢垃圾怎么丢了那么多呀？你没丢诗雪跟圆圆的东西吧？莫千雪，我放在这里面的珍珠项链呢？去哪儿了？珍珠项链，志雪，我当初送你的珍珠项链，你还留着啊？那是你唯一留给我的东西，我当然要好好保存。快说，是不是被你扔了？我没动你们的东西。整个家里只有你能出入我的书房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孟千雪，我限你1天之内给我找回来。我都说了，我好，我去找。为你折断翅膀，为你燃烧光芒，任你伤害却不敢反抗。为你折断翅膀，为你燃烧光芒，爱的卑微。我找了1天没找到，我真没丢你的项链。是我不小心掉进书柜里了，忘了和你说。你找不到回来就行了嘛。明明是你说的让我去找，现在反而指责我不懂变通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哑巴了？不是你叫我找到吗？只要你说的话，我就必须做到。你不是说叫我找到吗？只要是你说的话，我都必须做到。孟千雪，快给我放洗澡。水已经放好了，还撒了你最喜欢的花瓣。我已经把圆圆哄睡着了，你上楼的时候轻一点。我的身体不重要，队长，求求你，一定要救活他们！圆圆，我一定保护你和你。不会，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我的心里只有你和你妈妈，您不是知道？这些年，哪怕是我和圆圆要求再苛刻，他也没拒绝过。就连小楚哥都做不到这种程度，他却做得毫无怨言。这还是第1次有人这么爱我。今天是我错怪你了，你先去洗个澡，好好休息一下。宋诗雪吃错药了，居然会跟我道歉，不过已经无所谓了。
毕竟还有2天，我就彻底离开了。差点忘了，今天是我的生日。这是我在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生日，正好他们都不在，可以好好过一下。爸爸，生日快乐！希望爸爸一生平安喜乐。千羽，你这词儿都跟谁学的呀？对，当然是跟妈妈学的啦。老高，快许个愿吧，愿望要写在纸上才能灵验啊。愿我的妻子和女儿一生平安喜乐。愿我们一家人一生一世永不分离。这是宋总让我给你送的西装，让你换上去夜宴5楼找他，10分钟之内必须赶到。他又要干什么？难道他们要给我过生日啊？哎，孟先生，你终于来了。爸爸，你就来干什么啊？我听说今天也是孟先生的生日，想到他一个人太可怜了，就叫过来一起凑凑热闹。今天也是孟千寻的生日，这些啊都是诗雪和圆圆为我准备的礼物，太多了我都收不过来。孟先生看看，有喜欢的就拿走。这生日没有礼物，那也太可怜了。这些礼物都是给萧楚阁准备的。你想要生日礼物，下次我会给你准备的。下次？抱歉，没有下次了。不用了，既然是送给霍先生的，我收也不合适。既然孟先生不想要礼物，那就顺便许个愿吧。不需要。萧楚阁一片好意，你不要不领情。不知道孟先生想许什么愿？我知道，每年他许愿我和妈妈平安喜乐，今年一定也是。愿与宋诗雪、宋媛媛母女今生今世永不相见。说来也是缘分啊，我和孟先生一个现任，一个前任，连生日都在同一天，这不敬我一杯说不过去吧？孟先生不会不给面子吧？去喝啊！算了，反正只剩最后一天了。好了，喝完了。霍先生，不可以，他胃不好。萧楚哥，你胃不好，你要少喝一点。好。宋总对霍先生可真好呀，放着自己老公都不管，一直守在霍先生身边。谁让霍先生才是宋总的白月光呢？要不是当年霍先生突然离开，哪有孟千寻上位的份儿？要我说，他不如早点离婚走人，免得最后闹得不体面。你也不看看孟千寻娶的是谁，那可是海城第一美女，又是海城首富，既有颜又有权，他怎么可能舍得离开呢？离开宋诗雪，不需要任何人催，很快我就会彻底消失在他们的生命里，消失在这个世界。萧楚哥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爸爸，你怎么了？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！
宋总，霍先生这个症状是中了毒，要赶紧送医院洗胃了。中毒？是谁干的？给我好好查清楚！还有1天，马上就能回去了。雨月、芊芊，等我。莫千寻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只要你安分守己，我不会动你的位子。但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对萧楚歌动手，你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。你为什么要给我爸爸下毒？下毒？萧楚歌在宴会上就喝了你1杯酒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我没有下毒。萧楚歌，你想要怎么处置他？我绝不包庇。看在你面子上，也不好把他送去警局。要不，你把他交给我1天，我会让他认罪的。怎么回事？诗雪对我的要求从来都是毫不犹豫的满足，他在犹豫什么？爸爸要干什么呀？爸爸连只蚂蚁都不敢踩，我能对孟先生做什么过分的事情啊？我不过是晓之以情，让孟先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罢了。莫千寻，你就跟着萧楚歌去一趟，明天我亲自来接你。怎么，你还不愿意？就算我不愿意，只要是你的要求，我就会做到。他好像真的很爱我。宋诗雪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完成你的要求，因为1天后我就会彻底离开这个世界。妈妈，你快看，果然许了这个愿望，我没有猜错。愿我的妻子和女儿一生平安喜乐，愿我们一家人一生一世永不分离。愿我的妻子女儿平安喜乐，一生无忧。今天是你生日吗？你许的什么愿望啊？愿我的妻子女儿平安喜乐，一生无忧。原来没有你哄的睡不着。今天是你生日啊，你今年许的什么生日愿望啊？愿我的妻子和女儿平安喜乐，一生无忧。这10年，我没有给孟千寻过1次生日，没有送过孟千寻1次生日礼物，但他每年的生日愿望，却都是祝我和圆圆平安喜乐。世界上竟然真的有人会不图回报的爱我，爱到这种地步。妈妈，是不是因为嫉妒我们给爸爸过生日送礼物，不给他过生日送礼物，所以才给爸爸下毒？可能是吧。妈妈，你说爸爸要带走干什么呢？应该……你这么做，就不怕对诗雪不好交代吗？你放心，只要你不凭空消失，就算只剩一口气，我也有理由圆回去。凭空消失，可我确实很快就要消失了。让我抢老婆，让我抢孩子。所以毒是你自己下的，可当初不是你主动离开，不要他们母女了。是我下的又怎么样？也不知道你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。宋诗雪居然不肯和你离婚，不过就算我不要，也轮不到你。说了这么多，你根本就没真正关心过他们母女。
那是我的老婆孩子，我怎么会不在乎他们？早知道宋诗雪能成为首富，我当初就不会出国，不然啊，也不会让你占这么多年的便宜。应该也不会做什么的。妈妈，你要不要给爸爸打个电话问一下呀？行吧。哎，诗雪，萧楚哥，你让孟千寻接一下电话。你要是把刚才的事说出去一句，我会让你活着走出去。喂，孟千寻，萧楚哥没对你怎么样吧？以宋诗雪对霍小楚的爱意，就算我现在告诉宋诗雪实话，她也不会相信。没有。好，那我晚上来接你。还有我，我要跟妈妈一起去。今天是怎么了？他们竟然会关心我！打，给我继续打！别过去就行。宋总不是说晚上过来接人吗？这样会不会？我来拦住他们。你们继续。天不亮，不许下。果然，为了霍小楚，他们又食言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很快我就要脱离这个世界了。不好，宋总来了，我把现场处理干净。恭喜宿主，陪伴任务已完成，现实的家人已复活。请问宿主是否即刻脱离世界？霍总，现场已经清理完毕。诗雪，你慢点儿，我不过是让孟先生来家里喝茶，陈氏他下了毒而已。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呀？昨天刚打完电话，今天更是一大早过来，这么火急火燎的，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呀？没有，我没有这个意思啊，我只是找孟千寻有点事。我已经想明白了。孟千寻之所以一而再、再而三地伤害萧楚哥，说白了只是因为缺乏安全感。只要我跟他领了证，他自然就不会再做这样的事。如果他听到这个消息，应该会很激动的。是呀，爸爸，你别多想。这样了。恭喜宿主，陪伴任务已完成，您现实的家人已复活。请问宿主是否即刻脱离世界？洗澡，在脱离之前，让我抱个我。宿主想让我做什么？帮我把这些天霍小楚陷害我、折磨我的视频全都搜集出来，就当我留在这个世界，成为这对母女最后的礼物。可以，宿主请做好准备，我即将带您回家。也不知道你给他灌了什么迷啊！宋诗雪居然不肯和你离婚。不过，就算我不要，也轮不到你。确实轮不到我，但也永远轮不到你，因为人都有一个通病，只有彻底失去，才会真正被人珍惜。刚才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凭空消失了？萧楚哥，孟千寻他人呢？啊，人不就好好在沙发？怎么回事？保镖不是说已经安排好了吗？人呢？侯总、宋总，刚刚我们开门的时候，孟先生就在沙发上呢。那现在人呢？诗雪，别着急，孟先生走危不会跑到哪里去，让保镖找找就好。嗯。宋总，客厅没找到孟先生。宋总，楼上没找到孟先生。宋总，楼下也没找到孟先生。没找到就继续去找呀。爸爸，我们
说好今天你会把完好无损的还给我和妈妈吗？爸爸呢？是啊，孟千寻人呢？他们明明该是我的女人和女儿，我不过才离开区区10年，你们竟然在我的面前这么关心别的男人。诗雪，我真不知道，昨晚我一直跟你们在一起，怎么会对孟先生怎么样吗？难道我在你们眼里就真的这么不堪吗？爸爸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。是啊，小楚哥，我们不是怪你，只是孟千寻她突然消失了，我和圆圆有点担心她。我不是为自己委屈，但明明是孟千寻犯错在先，你都亲自来接她回家了，她反而闹脾气，故意躲起来不见人，让你误会我，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。她以前也这么有心机吗？是，孟千寻，就算你爱我如命，但我已经承诺过不会动你的位子，你有必要就要事事算计。你放心，小楚哥，等会儿找到孟千寻，我一定好好教训他。这是哦，这是孟千寻的 U 盘。宋总，整栋别墅都没找到孟先生，整栋别墅都没有找到他。好啊，孟千寻，你长本事了，不仅下毒，还玩失踪，现在还留下个莫名其妙的 U 盘。我倒要看看你到底在耍什么把戏。你去把这个 U 盘给我放出来。诗雪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小楚哥，你不用再替孟千寻说话了，我倒要看看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我在怕什么呢？就算这真是孟千寻留下的东西，他一整天才离开我的人，视线3分钟不到，谅他也不可能翻出什么浪。孟先生，孟先生，我帮你端。不用。所以毒是你自己下的，可当初不是你主动离开，不要他们母女了。是我下的又怎么样？也不知道你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，宋诗雪居然不肯和你离婚。不过，就算我不要，也轮不到你。罗继雪，留口气就行。宋总不是说晚上过来接人吗？这样会不会？我来拦住他们。罗继续，天不亮不准停。原来这一段时间，你一直都在欺骗我们。诗雪，你听我解释，实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个视频肯定是孟千寻那个贱人他伪造出来陷害我的呀！你不知道的，我平时连一只蚂蚁都不敢踩死，怎么会做那种事情？贱人！原来你绅士、温柔的形象也都是装的。诗雪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们就算是有，也轮不到你。说了这么多，你根本就没真正关心过他们。他们是我的老婆孩子，我怎么会不在乎他们呢？早知道宋诗雪能成为首富，我当初就不会出国，不然啊，也不会让你占这么多年的便宜。原来这么多年，你从来没有在意过我和圆圆，是我错了，居然会相信你这种抛弃了我和圆圆10年的男人会心地善良，是我错信了你，去惩罚千寻，却没想到你才是那个真正狠毒的人。霍小楚，你说我该怎么惩罚你？诗雪，你听我解释。爸，你跟妈妈纠情，爸爸知道错了啊，爸爸知道错了。妈妈，什么时候惩罚他都可以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找到孟爸爸。圆圆，你可是我的亲生女儿，
对，你也向着他。梦爸照顾我了10年，我不向着他，难道要向着你这个抛弃我和妈妈的人吗？宋总，我们已经找遍了整个别墅，都没发现孟先生。整栋别墅都没有找到，这么小一栋别墅，连个人都找不到，你们别说找不到，就找遍整个海城，直到找到为止。把这个垃圾给我带走。是，宋总。世雪，不，世雪，我错了，世雪，世雪。妈妈，爸爸是不是生我们的气了，不要我们了？不会的，爸爸只是暂时生气了，所以才躲了起来。等他发现了，我们知道真相了，就一定会回来的。也对，爸爸这么爱我们，肯定不会不要我们的。宋总，不好了，孟先生把所有的东西都扔了。什么？王妈，你在电话里说千寻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收来扔了。宋总，你去房间自己看吧。圆圆饿了，你快去做饭吧。知道。你都盯着我和圆圆的照片看1天了，就不会腻吗？不腻，就算看一辈子也不会腻。他就这么爱我和圆圆吗？他连最珍贵的全家福都扔了，难道他真的想离开？自从拍了这张照片，千寻他恨不得每天都抱着他睡觉。难道千寻他真的生气了？宋总，孟先生扔了所有和他有关的东西，但留下了这个。这是……娜娜，是不是孟爸爸回来啦？果然，千寻他就算生气，也根本舍不得我和圆圆。走，我们去迎接爸爸。千寻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学姐，你怎么了？你见到我们你不开心吗？进来吧。什么？你说孟千寻失踪了，还把所有东西都扔了？不会吧？10年来，孟千寻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和圆圆超过1天。他不会真想走吧？怎么可能？他那么爱学姐，为了学姐连命都可以不要，他怎么可能真的舍得离开这个家？我看啊，最多1周，他立马就乖乖回来了。什么1周？我看呐，最多3天，孟千寻绝对就回来了。也是，千寻那么爱我和圆圆，是绝对不舍得离开这个家的。孟千寻，我知道这段时间我一直听信霍小楚的诬陷，冤枉你，伤害你，但闹脾气也要有个限度。再来，我就要重新考虑跟你领证的事。千寻，去给我把咖啡。我怎么忘了？千寻他已经3天没回家了。妈妈，爸爸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我想听他讲7个小矮人的故事。圆圆别急，妈妈已经派了很多人去找了，相信很快就会找回爸爸的。妈妈，我想吃孟爸爸做的菜了。妈妈找人去给你做。走。芹菜。妈妈，这些都好难吃啊，根本就没有孟爸爸做的好吃。谢大厨，我花100万请你来，你连顿像样的饭菜都做不出来吗？宋总，真不是我没用心，是您这要求太高。您就是换再好的厨师，他也达不到您要求。
笑，这不过就是最正常的家常菜了。什么叫我们要求太高？你不知道我感冒了吗？以后每一道菜，我不想吃到一滴污。你在干什么？研究菜谱。我那样苛刻的要求，孟千寻都会认真完成。他真的很爱很爱我。是我们要求太高了，习惯了。爸爸对我们的好，等爸爸回来了，我们一定好好补偿他。等孟爸爸回来了，圆圆一定好好听孟爸爸的话，好好爱孟爸爸。宋总，这3天我们不仅把霍家别墅掘地3尺，还找遍了整个海城，都没发现孟先生的踪迹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海城找不到就找遍全国，国内找不到就发布全球悬赏令，无论付出任何代价，掘地3尺，也要把人给我找回来。是。妈妈，孟爸爸是不是不爱我们了？不然为什么找了那么久还不回来？连保镖叔叔都找不到他。不会的，他只是还在生气。对，他一定还在生我们的气，所以才躲着不回来。等爸爸气消了，一定会回来的。将霍萧楚对千寻做过的所有事1000倍、100倍的还回去，然后报警，送他去坐牢。孟千寻，你受过的委屈，我都会为你一一讨回来。你也该消气回来，在那就真的过了。现在这些菜都不好吃，我不要吃，我要吃孟爸爸做的菜。大小姐，你想吃什么，我去给你买。现在这个发型我也不喜欢，我要孟爸爸给我扎头发。现在这双鞋子我也不喜欢，我要孟爸爸买的鞋。海城首富宋诗雪的丈夫孟千寻在3年前突然失踪，宋氏集团找遍整个龙国都未找到其踪迹，现在发布悬赏。孟千寻，你知不知道你不在，这个家里都乱了套了。你到底在哪儿？宋总，有孟先生的消息了。你说你知道千寻在哪儿？是啊，我知道。他在哪儿？孟千寻，他早在3年前就已经从我们这个世界彻底消失了，回到他自己的世界去了。所以你在这边为了他折磨我，耗费了那么多人力物力，一直都是在白费力气。什么？霍小楚，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这些鬼话？宋诗雪，你就不觉得奇怪吗？为什么3年前孟千寻被我折磨了1天1夜之后，还能在没有任何监控拍摄的条件下，完整拍下我折磨他的视频？还有，我霍家那栋别墅已经被你掘地3尺了吧？3年前孟千寻受了那么严重的伤，他怎么可能在短短3分钟跑出别墅，还没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前几天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另一个世界，那里没有你，也没有宋媛媛，也没有我，而孟千寻就是我的那个世界。我看到了一个金色的光团，孟千寻叫它系统，就是这个系统帮孟千寻搜集证据，最后也把他脱离了这个世界。什么？系统？
霍小楚，你坐了3年的牢，就编了这么一个笑话。如果是前几天，我也觉得自己是个疯子。宋世轩，我知道你不相信我说的话，但接下来的话你会更加难以接受。够了，我没有时间跟你浪费时间。宋世轩，你就不好奇吗？孟千寻为什么对你和宋媛媛百依百顺？因为他从没爱过你们，他对你们好，只是为了完成任务。霍小楚，你不觉得你自己的话很可笑吗？你说千寻不爱我和圆圆，所以对我们百依百顺。你放心，我会证明给你看的。证明？继续用你编织的那场梦。宋世轩，你不想知道那次孟千寻手里拿着的照片上，那2人是谁吗？那2人是谁吗？是上面的女人和小孩是谁？这个是我很多年没见的朋友，已经10年没联系了。我刚才说过，孟千寻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照片上那2人，是他真正的妻子，真正的女儿。他和他们在一起时的状态和你们完全不一样，那是真正的快乐，不像对你们一样百依百顺，活得像傀儡一样。你骗人！孟爸爸是圆圆一个人的爸爸。妈妈，他是骗我们的。孟爸爸只会喜欢圆圆，不会喜欢别的小朋友，对不对？你不是永远都是我们说什么，你做什么吗？不是你，是结婚7天。行，还有3天。什么3天？你每天3天7天的，到底在说什么？难道霍小楚说的是真的？难道霍小楚说的是真的？不可能！千寻为了我，连命都可以不要，他怎么可能不爱我？宋诗雪，不管你怎么逃避，这都是不可能改变的事实。我居然和一个根本没把那母女放在心上的人争，还真是一场笑话。霍小楚，说到现在，所有的一切不过就是根据你的那场梦，从头到尾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，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，我不会相信你一个字。妈妈，我先回房了。去吧。孟千寻，你对我那么好，那么用心，你怎么可能会不爱我？你怎么可能会不爱我？前几天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另一个世界，那里没有你，也没有宋媛媛，也没有我，而孟千寻就是我的那个世界。我还看到了一个金色的光团，孟千寻叫它系统，就是这个系统帮孟千寻搜集证据，所以我就把它脱离了这个世界。系统？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系统？这种话只有傻子才信。妈妈，你在孟爸爸房间干什么？
两位宿主，你们好，我是系统1107，很高兴为宿主服务。怎么可能？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系统？两位宿主，你们好，我是系统1107，很高兴为宿主服务。霍小主说的是真的，真的有系统，真的有另外一个世界。真的要我捞吗？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但你别忘了，我们只是假结婚。小楚哥才是我和圆圆最亲近的人，就算是你不愿意做，也得去做。不会，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孟千雪，你就跟着小楚哥去一个，明天我亲自来接你。怎么，你还不愿意？就算我不愿意，你要求的事情，我也会做到。宋诗雪，你这不好奇吗？孟千寻为什么对你和宋圆圆百依百顺？因为他从没爱过你们，他对你们好，只是为了完成任务。原来这10年，孟千寻之所以对我和圆圆百依百顺，无论怎么羞辱他都毫不在意，只是因为从来没爱过，所以才不在乎。妈妈，你怎么哭了？我怎么哭了？我怎么哭了？别喝了，学姐，再喝下去你胃病都要犯了。怕什么？反正有千寻可以照顾。孟千寻已经消失快3年了吧？学姐，你还没忘掉他啊？学姐，不是我说，这3年了，为了找孟千寻，你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呀？这些钱你找谁找不到呀？学姐，你不会爱上孟千寻了吧？学姐你，我找他，只是为了弥补之前对他的亏欠。爱上孟千寻，怎么可能？也是，我们学姐什么样的人呀？怎么可能会爱上孟千寻那个舔狗？这种人就算再听话，也走不进我们学姐的心。我一直以为，我之所以不惜代价寻找孟千寻，只是为了弥补对他的亏欠。原来，我早就在不知不觉间彻底爱上了他。如果我也能早点发现我对孟千寻的感情，结局会不会就不一样？检测到宿主有强烈的愿望，本系统只有1次实现愿望的机会，请宿主谨慎选择。系统，我想孟千寻重新回到我身边。系统，我想孟千寻重新回到我身边。宿主愿望收到，请宿主选择任务。任务1，选择陪伴系统，随机前往一个事件，陪伴任务对象5年，期间不能拒绝任务对象的所有要求。任务完成后即可获得实现心愿的奖励。任务2，选择攻略系统，宿主可以选择事件和攻略对象，期间宿主可动用原事件的财富，但如果攻略失败，系统将没收宿主所有资产，并返回原事件。我选择攻略系统，攻略对象孟千寻。就算孟千寻最开始是为了复活自己的亲女，才选择来到这个世界，但我不相信10年没有见，他心里还是只有他现实世界的老婆孩子。我不相信这些年他对我的好只是为了任务，他最后离开这个世界，不过是因为我伤了他的心，是因为他不知道我也爱上你。只要我跟他说句对不起，再补偿他，他一定会回到我身边。妈妈，我也要去找孟爸爸。
好，我们一起去找他。时空之门已开启，请2位宿主前往任务世界。孟千寻，我们来找你了。草莓草莓派派，草莓草莓贝贝，草莓派草莓贝，草莓贝贝，别耍赖啊！老婆，千羽，老公，又做噩梦了。做了一个很长的噩梦，不过都已经结束了。爸爸，别怕，以后千羽保护你。有你和妈妈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距离我回到现实世界已经有1个月了，系统改变了车祸的结局，将于月和千羽的当场死亡改成了轻微骨折。我的老婆，我的女儿，是真真正正的复活了。老公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你想要什么礼物啊？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在一起，就是最好的礼物。这算什么礼物啊？只要是你想要的，我和千羽啊都会努力帮你实现的。要不然，咱们拍一张全家福吧。好啊。妈妈，我们已经找了10几天了，都没有找到孟爸爸，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孟爸爸了？圆圆，妈妈一定会找到爸爸的。爸爸，千寻，千寻，圆圆，爸爸在哪儿啊？应该是我看错了，刚刚那个人的穿衣风格跟爸爸完全不一样，应该不是孟爸爸。圆圆，你放心，妈妈一定会找回爸爸的。孟千寻，只要你在这个世界上，就算翻遍天涯海角，我也一定会找到你。我怎么好像听到宋媛媛的声音？应该是我听错了，宋媛媛根本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不可能出现在这里。老公，怎么啦？啊，没什么。看看妈妈，看妈妈。哎，宝宝，来帮忙抱一下，来。哎，好。孟先生，照片好了。谢谢。孟先生，你们一家实在太上镜了，方不方便把照片放在我们店里做宣传？以后来我们店里拍照片全部免费。啊，免单就不用了，你直接挂吧。谢谢啊。哇，我们家千羽也太上镜了吧！哎，以后我们每年都来拍一次照片，好不好？好呀好呀，这里有好多漂亮的衣服，千羽喜欢这里。老公，咱们就拍全家福吗？要不要？够了，有全家福就足够了。好，因为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足足10年。哎，不过我们好久没有去咱们之前经常吃饭那家饭了，要不要？那早就准备好了，就猜到你想要吃了。还是老东啊。耶，和爸爸妈妈去吃好吃的去了。走吧，走，走啦。千寻，妈妈，你刚刚看到爸爸了吗？应该是妈妈看错了。你爸爸生性内敛，情绪从不外放，更不可能
在大街上想，那个人一定不是你爸爸。妈妈，你说孟爸爸是不是一直躲着我们，不想让我们找到他？不会的，你爸爸那么爱我们，他要是知道我们来这找，一定会立马出现在我们面前。孟千雪，我和圆圆为了找你付出了这么多，等我们找到你之后，你必须好好补偿我和圆圆。孟千雪，你怎么不走啊？你别忘了，我们只是假结婚，婚礼不会有，更别说结婚证。你误会。行了，我不想听你解释。你放心，我可以向你承诺，只要你好好听话，好好照顾妍妍，我不会赶你走。但结婚证，你想都别想。孟千雪，等找到你，我可以和你去领证，和你好好拍几张婚纱照。如果你知道，应该会很开心吧。增派人手，继续找，附近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放过。圆圆，我们先吃饭，等吃饱了饭，有力气，才能去找爸爸。嗯。干杯！千羽，好吃吗？好吃，但在我心里，爸爸做的比较好吃。我们家千羽嘴真甜。来，妈妈奖励你多吃点。来，吃个大虾。我也奖励爸爸。哎，老婆，你也吃。哎，那个人的声音跟孟爸爸的声音好像。妈妈，我想吃爸爸做的饭。妈妈也想。今天是我生日，闺蜜都要来家里做客。菜和甜品至少要50道，7点之前做完，收拾干净，别给我丢人。好。我和闺蜜约了在外面庆祝生日，晚上就不回家吃饭了。这些菜你自己处理，不要浪费。妈妈，今天是孟爸爸的生日，你说爸爸会想我们吗？当然会啦，圆圆。等我们见到爸爸，我们就给他准备一个大大的惊喜，好不好？好呀，好呀，圆圆要亲手给爸爸准备礼物。拿来。谢谢老婆。爸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。哇，谢谢宝贝儿，画的也太好了吧！老公，许个愿吧。愿我的妻子和女儿一生平安喜乐。愿我们一家人一生一世永不分离。妈妈，你快看，你爸爸果然许了这个愿望，我没有猜错。愿我的妻子和女儿一生平安喜乐。愿我们一家人一生一世永不分离。愿我的妻子女儿平安喜乐，一生无忧。愿我的妻子和女儿平安喜乐，一生无忧。谢谢。妈妈，怎么回事？孟爸爸要走了，我们要来不及了。把门撞开，
曹云，谢谢。这个包间的人呢？好像往那个方向去了。哎，女士，你还没付钱呢。自己刷。千寻，你谁呀？他谁呀？他为什么拉你的手，还带着一个孩子？老婆，我真不知道他是谁，我也不认识他，我心里只有你和宝宝。我认错人了，对不起。你有病啊！我都有老婆孩子了，你还拉我的手？你没有自己的老公啊？神经病！深夜，你走。千寻，真的是千寻！妈妈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再不过去就追不上孟爸爸了。我们见到爸爸之前，要先保证自己的安全。记住车牌，以最快的速度，我要对方所有的个人信息。是，宋总。那两个人怎么那么像宋之雪和宋媛媛？不会，应该是我看错了，他们根本不可能来到这个世界。老公，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宋总，我们已经查到对方的信息，这辆车的拥有人就是孟千寻，孟先生。继续。孟先生正在夏国龙头企业苏氏集团做中层主管，因为能力出众，深受领导器重。他的妻子叫苏雨叶，两人有一个女儿，名叫孟千羽。最近苏氏集团所有的重大项目，利润可以让，但对接的人必须由我指定。孟千寻，这次我绝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视线。今天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喂，孟哥，公司今天有个大项目，客户点名要你来，我把位置发给你，你快过来啊！好，老婆，公司有点事儿，点名叫我过去。那老公你先去忙工作吧，不用担心，千羽有我照顾。啊，对了，天气预报说晚上要降温，这外套你拿着，别着凉了。少喝一点酒啊。放心吧，很快我就回来。孟哥，你可算来了！不是说公司有项目吗？这怎么变成生日宴会了？孟哥，你不知道吗？这场生日宴会就是客户专门为你准备的呀。专门为我准备的？什么意思啊？宋诗雪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宋诗雪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爸爸，人家好想你。千寻，我们真的都好想你。宋诗雪，你们大费周章的过来，到底要干什么？爸爸，我和妈妈知道错了，你能原谅我和妈妈吗？千寻，我们找了你整整3年，我知道，我之前是受霍小楚的挑拨，让你受了很多伤害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把他送进监狱了，也让他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千寻，你跟我们回家吧。那个男人是谁啊？他好像抛弃了新晋南城首富宋诗雪宋总。不会吧？宋总长得这么漂亮，还这么有钱，他竟然舍得抛弃？哎呀，你懂什么呀？男人都是不知足的，就算你再有钱、再漂亮，也抵不过渣男喜欢拈花惹草、抛妻弃子。宋总，我确实有老婆孩子，但不是你，而且我们只是假结婚。现在协议到期了，最好还是不要拉拉扯扯。被我老婆孩子看见，他们会吃醋的。什么？假结婚？孟爸爸照顾我了10年，对我好了10年，当了我10年的孟爸爸，怎么可能是假结婚？妈妈，这是假的，对不对？的确是假结，但是我当时也是受了霍小楚的蒙骗，才没有和你真结婚。我现在都已经认清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你对我才是真的好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现在就去领证。我不会跟你领证的。为什么？难道你还在生气我之前让霍小楚把你带走了？我可以。不是因为这个，我想你们已经清楚，这10年来我只是为了完成任务，我不会爱上，不会跟你领证。如果期间有什么误会的话，
我很抱歉。难道这10年你对我就没有过一丝一毫的感情吗？没有。我不相信。结婚时，你对我言听计从，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，也没有抱怨过一句。圆圆生病，你比她的生父还要紧张，徒步5公里将她背进医院。我们3个同时出车祸，你不顾自己的伤，整夜的守着我。因为我和圆圆做了这么多，怎么可能都只是为了任务？怎么可能对我们没有感情？怎么可能不爱我？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，我给你准备好生活所需的一切，对你言听计从，只是为了完成系统的任务。我救宋圆圆也是怕任务失败，并不是因为感情。那你这10年每年的生日愿望都是希望我和圆圆平安喜乐，你不觉得自己说的话前后矛盾吗？宋总，我想你误会，我许愿的对象从来都不是你和宋雨，而是我现实中的老婆和孩子。你是说，你这10年每年的生日愿望都是祝福你现实的老婆孩子，不是我和圆圆？是。毛建勋，你知不知道，就是因为你这样掏心掏肺对了我10年，所以我才不知不觉爱上了你。现在你告诉我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完成任务，说抛弃就抛弃，你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？宋世雪，你说这话不觉得可笑吗？你爱一个人，难道会把他当成保姆一样呼来唤去？你爱一个人，难道会把他带到你朋友面前被当成小丑一样肆意戏耍？你爱一个人，难道会践踏他的尊严，忽略他的所有感受吗？难道会践踏他的尊严，忽略他的所有感受吗？真的要我猫吗？你不是永远都是我们说什么你做什么？你不是愿意为了我和圆圆做任何事？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但你别忘了，我们只是假结婚，萧楚哥才是我和圆圆最亲近的人，就算是你不愿意做，也得去做。莫千雪，我放在这里面的珍珠项链呢？去哪儿了？是我不小心掉进书柜里，忘了和你说，你找不到回来就行了。今天也是莫千雪的生日。宋之雪，你不是爱上我，你只是习惯了所有人不求回报的对你好伺候。而且，假结婚协议是你让我签，让我对你好也是你要求。现在协议到期了，我跟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。不是这样的，千雪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千雪，我已经彻底爱上你了。我知道你在生气，我之前忽略你，我之前伤害过你，但是我都可以补偿你。千雪，你不是想要收到我和圆圆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吗？这是你最喜欢的玫瑰，也是我和圆圆亲手为你摘的。你放心，我保证从今往后你的每个生日我和圆圆都不会错过。谢谢你的玫瑰，对不起，我天生对玫瑰过敏。怎么会？可你之前明明还……你干什么？我对玫瑰花过敏。萧楚哥最喜欢玫瑰，不管你是不是真的过敏，你作为替代品，都必须喜欢玫瑰。对不起，千雪，对不起，你先别生气，我让人将这些全部都换掉，我重新补偿新的礼物给你。你不用道歉，也不用补偿，
虽然这10年来你没有给我准备过一个生日礼物，但我也从来不怨你，你也没必要勉强。如果没什么事儿，你先走吧。嘉许，等等，嘉许，你等等。今天毕竟是你的生日，我和圆圆为你准备了生日蛋糕，你许个愿，还和我们之前在一起时一样。蛋糕我吃过，愿我已经许过，我再重申一遍，我最爱的只有我真正的女儿和妻子，对你们好只是为了完成任务，请你们以后不要再这样做。谢谢，你站住，话都没有说清楚，我不准你走。谢谢，你的手。上来，为你！对不起，千雪。如果我能早一点知道霍小楚的真面目，也就不会。如果你真想道歉的话，就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平静的生活。爸爸，你别走，就算你不喜欢妈妈，可你喜欢我呀。你从我刚出生的时候就开始照顾我，照顾我了整整10年，你怎么舍得离开我？爸爸，我摔倒了，你能扶我起来吗？你不是最关心圆圆了吗？你自己摔倒就要学会自己爬起来。另外，我不是你爸爸，我之前对你的关心，只是在你的身上看到了一点我女儿千羽的影子。请你以后不要再叫我爸爸。请你以后不要再叫我爸爸。什么？月儿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妈妈也熬不住去睡了，那爸爸他一直都陪着我吗？千羽，爸爸很快就回来。千羽，问爸爸他在做梦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我爸爸明明爱圆圆。宋圆圆，我最后再说一次，我爱的人从头到尾就只有我女儿千羽一个。哎，孟哥，等等我啊！妈妈，爸爸他真的不要我了吗？我再重申一遍，我最爱的只有我真正的女儿和妻子。不会的，不会这样的。我们和爸爸一起生活了10年，他不会对我们没有感情的。宋总，一位姓孟的先生托我转交给您一封信。姓孟的先生，妈妈，这是孟爸爸写的吗？宋世雪，如果你真想让我原谅你，除非你把我曾经遭受过的折磨自己也诚实为遍。果然，我就知道他还是在生我和圆圆的气，所以才会说出这种狠心的话。既然你对过往还耿耿于怀，那我就满足你。苏世雪，这些年你对我的折磨，我会一分不少的还给你。哎，孟哥，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！我说为什么宋总非得指定你去谈项目？原来你们早就……哎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孟哥，我懂，都是年轻时候不小心犯下的错误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告嫂子的。什么事情不能让我知道啊？嫂子，哎，雨月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其实他刚才……老公，我们回家吧。老婆，你不好奇刚才发生的事情？我为什么要好奇啊？孟千雪，
我内衣怎么不见了？你怀疑我？整个别墅就你一个男人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我知道你也是个正常男人，有自己的需求，但你拿我内衣，孟千寻，你可真是恶心！学姐，大早上的你们吵什么呢？哦，对，我昨天晚上洗澡用了你的内衣。真正爱一个人，会给予对方信任，而不是无端的指责和猜忌。而宋诗雪永远不会明白。好，我们回家。这是千雪，你老婆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快点去上班吧，老公。一会儿我送倩雨去学校。晚上你想吃什么？给你做。只要是你做的，我都喜欢吃。行了，快去上班吧，别一会儿迟到了。天宇，爸爸走了，拜拜。喂，爸。雨月，你尽快回家一趟，我和你妈有事要跟你当面说。好，一会儿送完千羽就回去。大小姐，老爷和夫人在客厅等你。爸妈，你们着急叫我回来，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吗？其实也没什么大事。你看看吧。这件事情我知道，不过我相信千寻，他是不会做对不起我和千羽的事的。我叫你回来不是想兴师问罪，千寻这孩子的人品我们都看在眼里，他不会做这种出格的事儿。那爸，您叫我回来是？之前你爸没有把公司交给千寻打理，只是想让他在基层多历练段时间。这些年过去，千寻的能力毋庸置疑。你爸想，是时候把公司交给他了。爸，真的吗？我这点产业还不都是给你们准备的？是时候让某些人知道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纠缠我苏家的女婿。爸，你真好。我去把这件事情告诉千寻。你看今天热搜了吗？新晋南城首富宋诗雪疑似被渣男抛弃10多年，连孩子都10多岁了。就是那个最近最火的美女首富。什么样的男人才会抛弃一种有颜有钱的美女总裁呀？这要是换成我，做梦都能笑醒。对了，网上好像有这人的照片，我看一下。孟主管，孟主管好。现在是上班时间，不要影响其他人。孟哥，王总让你去一趟，走吧。宋诗雪，她怎么还没有死心？宋总，给你介绍一下，我们公司的运营主管孟主管身兼数职，能力拔群。这次合作由他跟您对接，我想您一定会很满意的。不用介绍了，他我很熟悉。哦，宋总跟孟主管认识？既然宋总跟孟主管早就认识，那这次的合作我就全权交给孟主管了。你们聊，我先走。宋诗雪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不是说过我不想再跟你联系了吗？千寻，你说如果当初在你身边，可能早点听懂你说的，我们现在的结局会不会就不一样？你不是永远都是我们说什么你做什么，你不是愿意为了我和圆圆做任何事吗？不是永远，是最后7天。不会，我从来就没真正爱过你和宋媛媛，
只是我完成任务的工具。孟千寻，你口口声声说不爱我，说我只是你的任务对象，但如果我能证明你在乎我，那是不是说明你在撒谎？宋世雪，你要干什么？宋世雪！千寻，这次没有任务，你还愿意跳下来救我，你还爱我。宋世雪，宋世雪，穆先生，您不用担心，您老婆没什么大碍，很快就会醒过来的。看来是千寻送我到医院的。他之前说对我没有任何感情，果然是在撒谎。你误会了，她不是我老婆。不好意思。你醒了，医生说你没什么大碍，只是需要多注意休息，心事别那么重。孟千寻，为什么我们相处10年，你从来都没有叫过我一声老婆？抱歉，这2个字只能对我真正爱的人说。系统不是让你完成我所有的要求吗？当时你没提这个要求。千寻，以前是我任性，但是我现在知道错了。你能叫我一声老婆吗？不能，我老婆会吃醋的。老公，你怎么来医院了？生病了吗？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他叫宋世雪，是公司的合作伙伴，暂时由我接管。因为他掉进了游泳池，所以我才把他救出来送到医院的。什么？游泳池？你明明不会游泳，还敢跳下去救？以后不许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了，知不知道？知道了，又让老婆大人担心了。苏女士，孟千寻，她明明不会游泳，可偏偏却要跳下水来救我。你就不想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千寻他心地善良，就算是什么小动物掉下去，他也会去救的。还请宋总不要放在心上。老婆，我们走吧。哎，老婆，最近天气热，我看你跟芊芊的胃口都不好，晚上我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鱼香肉丝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是吗？走吧。是我的错觉吗？芊芊她好像从没对我这样笑过，也从没用这样宠溺温柔的语气对我说话。你懂，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？什么？竟然出事了！你们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打架？千羽，千羽，没事吧？千羽，没事吧？爸爸，我没事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啊。轩辕，轩辕，你怎么哭了？是不是伤到哪儿了？啊，妈妈，喜欢别的小朋友了，真的不要我了。轩辕，别哭，只是还在生之前的气，我们现在也不任性了，只要我们好好补偿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圆圆以后都不会再任性了，只要他能回来，圆圆以后就可以做个乖宝宝。老师你好，我是孟千羽的妈妈，我们家孩子今天发生什么事了？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只有2位小朋友发生小口角，小孩子忘性大，互相道个歉就好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老师，既然没人受伤的话，那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。千羽，爸爸抱你回家。走。
爸，孟先生，我已经不再任性了，我也道过歉了，你就跟我和妈妈回家吧。家，我的家就在有家人的地方才能称之为家。宋时雪，这个世界没你想要的东西，你快走吧。爸爸。千羽，怎么还不开心？还在为学校的事情不高兴？不是的，爸爸，是因为千羽，让我来说吧。老公，最近我和千羽都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和千羽出了车祸，生命垂危，你不顾身上的伤，在手术室外跪着祈求了一场。王峰，千羽，求求你们，一定活过来，一定要活过来，不要丢下我一个人。当我和千羽还是没能侥幸，就在你跃下高架桥想要来陪我们的时候，一个散发着金光的系统找到了你。就在我绝望，想要随妻子和女儿而去时，却意外绑定了一个陪伴系统。恭喜宿主获得绑定陪伴系统的机会，只要你前往另一个世界，陪伴女首富宋诗雪和她的孩子10年，并完成他们的所有要求，就能复活你的家人。请问是否同意？我同意。只要能让我复活我老婆孩子，让我做什么我都同意。为了救我和千羽，我在另一个世界放下了所有的尊严，陪伴着宋诗雪母女整整10年。老公，这10年你一定很疼吧？爸爸，都是千羽的错，才让你受了那么多苦。很疼，很苦，我受了那么多苦，就罚咱们一家人一辈子都在一起。老公，早点回来啊！我和千羽做好吃的等你。知道了，走了。晚安，苏女士，出来聊聊。好。苏小姐，开个条件吧，把孟千寻让给我。宋总凭什么觉得千寻愿意回到你身边呢？只是因为你们在另一个世界相处整整10年吗？他连这个都告诉你，那你应该清楚，这10年孟千寻为了我，可以说是付出了所有。我提出的任何条件，他甚至连命都不要，也愿意满足你。孟千寻，他很爱很爱你口口声声说千寻为你付出所有，那你呢？你又为他做过什么呢？你知道千寻穿什么尺码的衣服，喜欢吃什么菜，讨厌吃什么菜？我当然知道。千寻他10年以来穿的都是 L 码的衣服，喜欢吃辣，不喜欢清淡。错了，千寻穿 XL 码的衣服，吃口味清淡的菜。怎么可能？我和千寻生活了10年，怎么可能不清楚他穿什么尺码，什么口味？千寻他只是看着销售而已，衣服必须穿大一码才能感到不难受。他不喜欢吃辣，胃不好，每次吃辣胃都要难受好几天。你跟他相处了整整10年，却连最基本的都不知道，这就是你所谓的了解。怎么可能？可是我明明就记得。诗雪，你看这衣服也……以后你就只能穿萧楚留下的衣服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换。把清淡菜全部撤走。以后你的口味必须和萧楚哥保持一致。他喜欢吃辣，我不希望看到你吃别的菜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居然让千寻穿了10年不合身的衣服，吃了10年不合口味的，让他胃疼了这么多年。可就算是这样，千寻从来没有拒绝，说明他很爱我，
系统让他必须完成你的所有要求，他怎么拒绝你呢？爱一个人从来都是相互的，一味只知道索取的人，千寻凭什么爱你？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你根本不知道孟千寻他为我做过，知道，也不屑于知道。你炫耀这么多，自以为是想要千寻回到你身边的想法，只会给他带来更深的伤害。是，我承认之前是我做错了很多，可我已经改了，而且之后我也会补偿他。只要千寻知道我的变化，他一定还会回来我身边的。宋诗雪，你已经没救了。服务员，买单。岁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把话给我说清。怎么回事？我的肚子怎么会突然这么晕？霍小楚，你怎么在这？你能来这个世界，我为什么不信？宋诗雪，你放心，这些年你对我的折磨，我一定会成倍的还给你。孟千雪，你老婆苏雨月跟宋诗雪都在我手里，限你30分钟内赶到城南办物有，晚1秒钟，你就等着给他们收尸吧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什么人？喂，孟千雪，当初你借系统算计我，害我成为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。我很快你就扯平了。醒了。霍小楚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霍小楚，千寻身上的伤都是这个人害的。你干什么？很简单，这里有他真正的妻子，还有你这个曾经陪伴10年的任务对象。炸弹还有10分钟爆炸，你说在整个2选1的情况下，他是选择救你，还是救他妻子？你疯了！宋诗雪，你不是想把孟千寻追回来吗？我就让你亲眼看到你是怎么被抛弃的。宋诗雪，曾经你对我的折磨，我会100倍、1000倍的还给你。不要！回来！你回来！我想说。莫千寻，千寻，别！小楚哥，你没事吧？爸爸，你怎么了？我马上接你出去。原来爱与不爱的区别真的很明显。千寻他真的不要我。千寻，老婆，你在这儿等我，我马上回来。老公，炸弹马上就要爆炸了，那里很危险。
放心吧，为了你和千羽，我一定平安回来。谢谢，他心里果然有我。别说话，我会安全把你带出去的。谢谢，他炸弹快爆炸了，你快走！走。孟千雪，你醒醒，你不要吓我，孟千雪。老公，老公，你醒醒，你走了，我和千羽怎么办？老婆，别哭了，再哭就不好看了。我答应过，保护好你和千羽，就一定会做到。你答应我，以后再也不做这么危险的事儿。对不起，我不能保证，因为我不知道你和千羽会不会遇到危险。孟千雪，你混蛋！照片上那两人是他真正的妻子，真正的女儿。他和他们在一起时的状态和你们完全不一样，那是真正的快乐，不像对你们一样百依百顺，活得像个傀儡。原来孟千雪也会拒绝，原来对一个人百依百顺也不代表真正的爱。孟千雪，我后悔了，我真的后悔了。宋总，你真的要把所有的财产转移给孟青云孟先生吗？谢谢。别说话，我会安全把你带出去的。谢谢，炸弹快爆炸了，你快走！走。把我名下所有资产，无论是公司股份还是房产，都整合到这份合同下。再帮我准备一场发布会，我要亲自宣布这件事。是，宋总。我以前眼盲心瞎，信错了人，也错过了孟千寻这么好的丈夫。既然感情已经无法挽回，那就换一种方式。我把自己所有的财富，一切的一切都给他，只要他能回到我身边，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，我都不在乎。你们怎么来了？爸爸，宋媛媛，我不是你的爸爸，我的女儿只有千羽一个，我不想从你嘴里再听到爸爸这个词，我女儿会吃醋的。爸，孟叔叔，你还在生圆圆以前的气吗？圆圆现在真的改了，以后圆圆都不会惹你生气。从头到尾我都没生过你的气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从未抱有期待，自然不会生气。妈妈，千雪，我知道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和圆圆，我也不会再强求。但现在我有件事想要和你单独聊聊，可以吗？但现在我有件事想要和你单独聊聊，可以吗？不必了，该说的我都已经跟你说清楚了，我没什么好跟你谈的。我只有这一件事，也不会耽误你什么。苏诗雪，如果你是因为我救你这件事，你完全不用放在心上。就算是街边的流浪汉掉下去，我也不会坐视不理。老婆，我们走吧。谢谢，你别走。宋总，我老公刚受伤，还需要静养。如果您再这样纠缠不休的话，别怪我报警了。抱歉啊，千雪，是我太心急了。你先休息，等你伤好了，我们再说。孟千寻，我知道你爱苏雨言，但他能给你的，我可以给你；他不能给你的，我也能给。这次，我一定会让你重新回到我身边。孟哥，你快看，你婶儿搜了。孟哥，你跟宋总到底什么关系啊？这女儿为什么叫你爸爸呀？你不会真做了什么对不起嫂子的事吧？我跟宋诗雪母女没有任何关系，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，我们都只可能是陌生人。原来是这样，孟哥，公司有一个新的项目接洽，你明天有时间吗？没问题。喂，孟千雪，上次的炸弹滋味怎么样？
霍小楚，谣言是你发布的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想让时间倒流啊！孟千雪，如果我之前能早点知道，你迟早会离开宋诗雪母女，该多好啊！你走之后，不仅宋诗雪会回到我身边，圆圆也不会叫你这个外甥爸爸，我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下场。你错了，就算你早点知道，宋诗雪母女也不会回到你身边。如果你真的爱她，你也不会抛弃她整整10年。虚假的感情破裂只是迟早的事情。你现在的下场是你自己咎由自取，怨不得别人。孟千雪，你还是跟以前一样讨厌啊！喂，老婆。喂，老公，你今天是在观澜谈业务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问问。我和千羽等你回来。好，拜拜。爸，今天千寻就在观澜谈业务，等他谈完，我就把他带到宴会厅。到时候您就直接宣布千寻接任董事长，还要把所有的财产、股权、不动产都给他。您嘛，就安心的颐养天年吧。你看，你养好姑娘，接任仪式还没到，就迫不及待把我这当老爸的赶下台了。那怎么了？千寻比你有本事，能有千寻接你的班，你就偷着乐吧，还敢埋怨？是啊，外公，爸爸可能干了，放心交给爸爸吧。有我家千羽宝贝这句话，外公肯定放心。走，去观澜。哎呀！孟先生，据说您和宋总已经有了孩子，您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公序良俗，请问您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孟先生，听说您已经有了家室，您跟宋总的关系，您家人知道吗？孟先生，请问您对南城首富宋诗雪宋总将全部财产转让给您，您有什么感想吗？将全部财产转移给我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字面意思。千寻，爸爸，孟叔叔，你们怎么又来了？千寻，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，都是我一直在伤害你。我把我所有公司的股份、房产都进行了统计，只要你一签字，立刻都可以变成你的。求求你，不要离开我和云，好不好？孟叔叔，圆圆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跟我和妈妈回家吧，圆圆真的好想你。我上次已经跟你们说的很清楚，我的老婆和孩子不是你，我是不会跟你们回去的，请你们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情。千寻，我知道你没有爱过我和圆圆，但是我希望你能看一下这份股份转让协议，看一下上面的金额，就当做是我给你的补偿，好吗？宋总的财产，光我知道就有1000亿，不知道的还有更多，他竟然全部都要转让给他。人打拼这一辈子，不就是为了钱权2字吗？这可是多少人一辈子都奋斗不来的财富啊！他怎么这么好运气？千寻，千寻。1000亿财产，他只要在上面签了字，这个钱就属于他了。他竟然把合同给撕了，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他疯了吧？千寻，我明明把我所有拥有的一切都给了你，你为什么还是不肯原谅我和圆圆？不管多少钱，不是我的，我永远不会认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，但我麻烦你们母女俩，从今以后不要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。千寻，你可以不爱我，但是我求求你，你
你回到我和圆圆身边，陪伴我们，好不好？夏国首富苏卫国输送到。怎么回事？今天不仅南城首富宋总到了，连全国首富苏总也来了。大新闻，今天肯定有大新闻。宋总是吧？你想纠缠我的女婿？问过我苏家美？什么？这个孟千寻竟然是首富的女婿啊！怪不得孟千寻不要宋总的财产，这苏家的钱可比宋总的身价多了5倍不止啊！千寻，是因为我给的钱没他多，你才拒绝我。你也不是很爱他，对不对？千寻，你放心，我能赚钱，我能赚很多很多钱。我将来赚到的所有财富一定能超过苏轼，我会把我赚到的所有钱都给你。求求你！宋诗雪，你还是没明白，我和我的妻子从大学到工作再到现在，我妻子尊重我，我爱我的妻子，我们期间也没有那些所谓商人的算计。如果你觉得感情只是权衡利弊的话，那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。不，千寻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对了，千寻，你不是说只要让我受一次你曾经受过的伤害，你就考虑回到我和圆圆身边吗？是不是因为我跳水还不够？你可以骂我，你可以打我，我求求你，你就回到我们身边吧！我求求你！我什么时候说过？不是你让人送信给我的吗？宋诗雪，那封信是我让人送的。那封信是你送的？宋诗雪，你不就是想把孟千寻追回来吗？我就试着给你点希望，没想到你还真上当了，到现在还在自取其辱。宋诗雪，这种徒劳无功的滋味怎么样啊？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报复我？是，也不是，我就是想让你体会到跟我一样的感受。当初无论我怎么算计，都没办法得到你女人的心。我的女人喜欢上别人，我的女儿喊别人爸爸。或许这就是我的报应。再宋诗雪，这也是你的报应。千寻，他怎么了？应该是任务失败，被遣送回原世界了。宿主您好，因您攻略完成程度长期持续为0，系统判定您已攻略失败，即将没收宿主所有财产，并强制返回原世界。孟千寻，我想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：你真的没有爱过我？哪怕一丝心动都没有吗？没有。我知道了，从今往后，我和圆圆不会再打扰你。穆叔叔，圆圆以后会好好学习，好好听妈妈的话。爸爸，原谅圆圆只能最后叫你一声爸爸了。是怎么回事？千寻，千寻，你怎么了？一会儿就是你的接人宴了，你还要上台演讲呢，做好准备了吗？刚才宋诗雪他们……宋诗雪？什么宋诗雪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没什么，我们去给爸敬酒。好，少喝点酒，对胃不好。对了，你在这笑什么呢？有什么高兴的事啊？我在想，我有了你和千羽，就是全世界
最幸福的